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我想大家应该都觉得很熟悉，但看完今天这支内容，你可能会发现，其实你对它超级陌生的一个 icon—— 佛陀。我现在请你脑中想象一下佛陀，画面是什么？我想大概8、9不离十，就是一个很平静、很祥和的智者，盘腿坐在菩提树下，好像看透了宇宙的一切，对吧？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东方的苏格拉底，一个超级理性的哲学家，教导我们这些凡人要放下执着，寻求解脱。这个形象，不管是从教科书、电影，甚至是现在很流行的正念冥想 App， 可以说是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文化 DNA 里面。但重点来了，如果我现在跟你说，我们所熟悉的这位理性佛陀，这位哲学家佛陀，其实是一个相对很晚近，甚至可以说是到了19世纪才被一群欧洲学者给发明出来的产物，你会怎么想？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颠覆三观？但这背后的故事真的，它牵涉到殖民主义、语言学的世纪大发现，甚至是当时欧洲最流行的种族理论。整个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还要有趣。所以今天我们会分成4个部分，就像侦探办案一样，来一步一步拆解这个现代佛陀的诞生之谜。首先，我们会先穿越时空，回到早期欧洲那些探险家第一次航向亚洲的偶像时代，来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把佛陀误会成千奇百怪的恶魔跟偶像的。接着第2步，我们会快转到19世纪，见证一场关键的科学转向。我们会来分析当时的学者到底是用了哪些工具、哪些理论去打造出一位完全符合他们想象的全新佛陀。然后第3部分，这点超级有趣，我们会把这位西装笔挺的科学佛陀跟传统佛经里面那位能力堪比漫威英雄的科幻佛陀做个超级比一比，那个反差真的会让你吓一大跳。最后，我们会把所有线索兜起来，聊聊为什么搞懂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化、文化交流，甚至是我们自己的认知框架都这么重要。好，那我们就先从第1部分开始，偶像时代，欧洲跟佛教的第一次接触。要理解这段历史我们得先建立一个观念，就是当16、17世纪的欧洲人，特别是那些带着强烈宗教使命感的传教士，还有满脑子想着黄金跟香料的商人，他们搭着帆船来到亚洲的时候，他们的世界观是非常非常单一的。在他们的认知里，世界非黑即白，你要么信奉唯一的真神，不然你就是崇拜邪魔歪道的异教徒，没有中间地带。所以当他们看到亚洲大陆上这些金碧辉煌的庙宇，各种他们从没见过的雕像，还有那些繁复的仪式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哇好酷这是什么，而是震惊、困惑，甚至是恐惧。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个在他们的字典里根本找不到词汇来形容的信仰。你看这张时间轴，就完美呈现了这场长达1500多年的大型猜谜游戏。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3世纪，古罗马时代的学者亚历山大的克莱孟，在他的著作里第一次提到了印度的哲人卜塔。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这个名字在欧洲历史上直接消失了整整1000年。你没听错，是1000年。直到13世纪，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在他那本引爆欧洲东方热的游记里，才提到他在斯里兰卡遇到了一位叫萨嘎蒙波人，其实就是释迦牟尼的音译的圣人。他很惊讶地记录说，当地人认为这位圣人比他们拜过的所有神都还伟大。但重点是他完全没把这个萨嘎蒙波人跟1000年前的布塔连接起来。又过了300多年，到了16世纪，耶稣会的传教士圣方济萨卫略在日本看到当地人在拜 Zaka 释迦跟阿弥达阿弥陀佛，他更是一头雾水。所以你看，从埃及、斯里兰卡到日本，欧洲人其实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一直跟佛陀的各种化身擦肩而过，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是同一个人。他们就像在玩拼图，但手上只有零星几片，而且完全不知道最后拼出来会是什么图案。直到18世纪，才有传教士开始慢慢拼凑线索，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说，我们在中国拜的观音，在日本拜的阿弥陀，在泰国拜的释迦牟尼，这些长得都不太一样的偶像，会不会其实都跟同一个印度王子有关呢？这场猜谜游戏真的玩了太久了。这就是当时最关键的问题，也是整个误解的核心。在那些欧洲人的脑袋里，根本就没有佛教 Buddhism 这个词，也没有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宗教地图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一个同心圆，最中心是我们基督徒，外面一圈是勉强可以理解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因为大家拜的勉强算是同一个神。再往外，剩下的所有人全部都是拜偶像的人 ，idolaters。这是一个超级笼统而且带有强烈歧视意味的标签。这像什么呢？就好像你今天看到有人在吃汉堡，有人在吃意大利面，有人在吃法式料理，但你完全无法分辨，你甚至不知道有美国菜、意大利菜、法国菜这些分类，你只会说，哦，他们都在吃西餐，一样的道理。所以当时的欧洲人看到泰国人在拜佛，中国人在拜妈祖，日本人在拜天照大神，对他们来说，全部都是拜偶像，没有任何差别。他们看到的是无数个孤立的地方性的偶像崇拜，而不是一个有创始人、有经典、有系统性哲学的世界级宗教。这句话真的可以说是当时文化冲击的最佳注解。这是传教士沙勿略在1552年写给欧洲的信里面的原话。这些都不是人，而是恶魔纯粹的发明。你仔细品味一下这句话的重量。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非常虔诚的欧洲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日本，他看到当地信徒双手合十，口中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表情肃穆而平静。但在他的世界观里，唯一能带来救赎的只有上帝。所以眼前这种他无法理解的虔诚，必然是来自上帝的对立面，也就是魔鬼。这在当时的欧洲是很正常的逻辑哦。当时欧洲内部才刚经历过宗教改革，各种猎巫行动也还在发生，他们很习惯用一种恶魔学 demonology 的滤镜来看待一切无法解释的现象。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个完整的能够让千万人信服的东方信仰体系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理解它，而是将它归因为一个精心设计的来自地狱的阴谋。佛陀在他们眼中就成了魔鬼撒旦在亚洲的代理人。好，那这种充满误解的情况是怎么改变的呢？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时间快转到19世纪，整个欧洲的知识界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随着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文献学 （philology）， 或者说的白话一点，就是文本的科学的掀起，欧洲学者们终于拿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可以解开这个纠缠了上千年的亚洲之谜。不过，在解开谜团之前，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曲，也反映了当时科学刚起步时的局限。当时的学者像是德国医生兼博物学家恩格别特肯福，他根据在泰国和日本看到的佛像外观，提出了一个非洲假说。他看到佛像的头发都是一圈圈的，很像非洲人的卷发。嘴唇也比较厚，皮肤颜色有时也偏深，就用当时的科学人种学去推论说，佛陀该不会是一位从埃及或伊索比亚来的祭司或哲学家吧？这个假说在当时还流行了好一阵子，甚至到了1825年，法国的汉学家都还得特地写文章，引经据典地反驳，证明佛陀不是非洲人。这就告诉我们，在没有可靠文本证据的情况下，光靠看图说故事，就算是用科学的方法，也可能会闹出天大的笑话。接下来这位人物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这位现代佛陀形象的总设计师、产品经理，他就是法国学者欧仁·布尔努夫。在1844年，他出版了一本超级重要的巨作，叫《印度佛教史导论》。他透过艰深的梵文佛经解读，第一次为西方世界清晰的、科学的定义了佛陀的形象，一位印度的王子。为了追求真理，教导关于轮回和涅槃的道德学说，而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王位。这个描述听起来是不是超级熟悉，对吧？我们今天在各种书籍、维基百科上看到了佛陀生平简介，基本上就是从布尔努夫这里定调的。他等于是把散落一地的拼图组合成了一个欧洲人看得懂而且会欣赏的故事。那布尔努夫是怎么办到的？他手上有哪些秘密武器呢？简单整理一下，其实有3个关键因素。第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文献学。这门学科的突破，让欧洲学者们终于能直接阅读梵文跟巴利文的原始佛经。这就好像以前只能看别人写的游戏攻略，现在可以直接看到游戏的原始码，那个资讯量跟准确度是完全不同等级的。第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偶然。
当时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已经几乎消失了超过700年，所以欧洲学者在印度看到的不是活生生的佛教僧侣和信徒，而是倾颓的废墟、荒凉的石窟，还有图书馆里古老的经文。这让他们的研究变得非常纯文本，非常考古学。他们就像是从化石重建恐龙一样，从书本和石头中去重建一个理想中的纯粹的原始佛教，而不是去观察一个充满了各种在地习俗仪式的活传统。第三点，也是最争议的一点，就是当时席卷欧洲的种族理论。学者们发现，印度的古老语言梵文跟希腊文、拉丁文这些欧洲古典语言，在文法和词汇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语系，也就是所谓的印欧语系。重点来咯，在19世纪的思维里，他们很自然的就把这种语言上的连结直接延伸到了血缘和种族上，并把这个语系称为雅利安 （Aryan） 语系。这一步从语言到种族的延伸，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影响。佛陀的形象被彻底的重新包装、重新想象了。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怪异的，甚至有点吓人的外国偶像。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位高贵的雅利安王子。在19世纪欧洲人的想象中，佛陀仿佛成了一位失散多年的血统优劣的远方亲戚。你想想看，这个转变有多惊人！这个全新的身份让佛陀变得可以被理解，值得敬佩。他不再是他者，而成了我们的一部分。这个形象完全符合19世纪欧洲知识分子那种既带有启蒙理性，又带有种族优越感的世界观。OK， 我们刚刚建立了这位理性、高贵、充满科学精神的科学佛陀形象。但如果我们现在把目光从19世纪欧洲的图书馆移开，回头去看那些传统的巴利文、梵文佛经里面的佛陀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因为这个反差真的会让你下巴掉下来。经文里的佛陀根本不像个哲学家，他反而比较像个科幻电影里的超级英雄。在很多重要的佛经里面，都详细描述了佛陀有32大人相，这不是比喻哦，而是他真实的与众不同的身体特征，是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标记。这里举几个例子，你听听看有多夸张。第一，他有40颗完美无瑕、洁白整齐的牙齿，我们一般人只有32颗。第二，他的舌头非常长，可以伸出来舔到自己的耳朵和额头。第三，他的手臂非常长，站着的时候不用弯腰，手掌就能轻易地摸到膝盖。第四，他的头顶上有一个肉髻，是一个自然的凸起物。经文里说，这个肉髻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连天神都没办法从他的正上方飞过去。这听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类身体，对吧？这比较像是 X 战警里面变种人的身体特征描述啦。如果说身体构造已经很科幻了，那他的超能力就更夸张了。我们继续看下去，经文里面常常描述佛陀微笑的时候，不是只有嘴角上扬而已，他的嘴巴里会射出蓝、黄、红、白、橙等各种颜色的光芒，这些光芒会像探照灯一样散播到整个宇宙。光芒往下照射，可以让炎热的地狱变得凉爽，减轻众生的痛苦；光芒往上照射，可以温暖寒冷的天堂。而且这些光芒最后还会绕回来，进入佛陀身体的不同部位，用来预测未来。比如说，如果光芒回到他的胸口，就表示他要预言未来觉悟成佛的事；如果回到他的脚底，就表示他要预言某人将会投身到地狱。这根本就是宇宙级的因果律武器，跟我们想象中那位在菩提树下静静沉思的哲学家形象差太多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威来源世界观。对19世纪欧洲学者打造的科学佛陀来说，他的权威来自于他是第一个发现真理的人。他就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一样，是一位孤独的天才，透过自己的努力和超凡的智慧，独创性地发现了宇宙的法则。他的价值在于创新和突破。但对传统佛陀来说，权威的来源恰恰相反。他的伟大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前所未有的新东西，而是因为他重新发现了那个永恒的、亘古不变的真理，也就是法 Dharma。在他之前，早就有无数个佛陀走过同样的道路，发现过同样的真理了。他只是在那个真理被遗忘的时代，再次把它揭示给世人。所以它的价值在于传承与延续。
一个强调创新的个人英雄主义，一个强调传统的宇宙秩序，这是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差异。好，讲了这么多，从16世纪的恶魔到19世纪的雅利安王子，再到佛经里的超级英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去了解佛陀形象的这段演变史？这个今天的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来看看这整个故事最重要的启示。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今天许多人心中那个理性的、科学的、充满智慧的哲学家佛陀形象，并不是自古以来就长这个样子。它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在19世纪欧洲那样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由当时的科学方法、殖民主义的权力视角，甚至是现在看来很有问题的种族理论共同形塑出来的。它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理想形象，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还原。但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接下来的发展才真的有趣。这个由西方学者在欧洲实验室里精心打造出来的科学佛陀形象，后来竟然又被回传到了亚洲，而且还大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你想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亚洲都笼罩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阴影下。当时的亚洲知识精英，不论是在日本、中国还是斯里兰卡，都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西方传教士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们的佛教是落后的、拜偶像的、迷信。”殖民官员也认为，你们的文化需要被启蒙。这是一种全面的文化和自信心危机。这时候，重点来了，他们急需一个现代化的工具来反击，来证明自己的传统并非一无是处。欧洲人送来的这位科学佛陀，简直就是完美样板。于是，亚洲的佛教改革者，像是日本的书籍大作，也开始有选择性的向西方介绍佛教。他们会特别强调佛教里的哲学思辨、心理学洞见，以及跟科学精神相通的那一面。同时，他们会有意无意的淡化或重新诠释那些在西方人看来是超自然或迷信的部分，比如神通、轮回、地狱等等。这就形成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文化反馈循环。西方创造了一个他们想要的佛陀，然后东方为了迎合或者说对抗西方，也开始拥抱这个形象，并将它发扬光大。所以这整个故事最终留下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我们今天在接受任何一个观念、一个信仰或一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不是它最原始的样貌？或者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已经被好几百年的历史、文化和权力关系层层过滤、重新诠释之后的版本。佛陀的故事只是一个精彩的案例，但这个提问其实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形象是被建构的。我们今天熟悉的理性、科学的佛陀，并非自古就有，而是19世纪欧洲学者在殖民主义、语言学革命与种族理论的背景下所发明出来的历史产物。第二，传统的反差。这个科学佛陀的形象跟传统佛经里那位拥有宇宙级超能力、身体构造异于常人的科幻佛陀，存在着根本性的巨大差异，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第三，文化的循环。西方建构的佛陀形象，后来又被亚洲精英进口回来，作为对抗殖民压力、推动现代化的工具，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全球文化反馈循环。这整个过程告诉我们，我们所认知的真实，很多时候都是历史和文化层层叠加的结果。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